辈子这个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了这套房子，当时花了100多万的，现在50万都没人要，还有60万的房贷，每个月还得还5000，还得还14年。买房子是我人生当中上过最大的一大，当时买这套房就是为了小孩有个地方读书。大哥，你们怎么了？哎，这房子卖一半，你说在这空起来，字都签一半了。美女，现在这行情就这样，你说你房子好不容易卖掉是吧？到哪了吗？你说你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也没办法签了。下面，唉，回不去了。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我房子被查封了，有家回不去了。我银行按揭断供了，已经1年多了。不仅首付款和这几年的按揭没有了，还倒欠银行20几万。博主说，他在2019年花了135万买了这套房子，首付付了42万，贷款93万，贷款30年，月供5363块。前2年由于生意失败了，他被迫断供了。他还银行贷款还了整整3年多，还了18万，其中只有2万多还的是本金。我想问一下你们，有房贷的人现在还好吗？尤其是21年上车买房的人。今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房子卖不卖，我问多少钱，他说100出头，我174买来的。我看了一下我的还款记录，我还欠银行101万，相当于我这3年就还了3万本金。房子卖出去的话，我还要还银行7、8万块钱。真的好难过呀。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素有央企地产领头羊之称的保利集团，8月份的销售与合约成交金额均出现明显的下滑，单月签约面积同比下滑逾25%，签约金额也下降了大约是19%。保利的房子都难卖，其他房企处境可想而知。曾经风光无限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集体降温。财经博主躺平叔直言，房市已经进入了深度的冰封期，大家心里都清楚楼市的真实状况。这博主在上海生活打拼了20年，花了600万在上海买了房。虽然他只有1个儿子，但大家都亲昵地称他儿子为哥哥。房子对我们这种外地人来说，基本上是掏空了6个钱包。我家这套房子是23年房价最高点买的，我们原来的房子是1套2房的，哥哥跟我们睡，考虑到以后哥哥长大了，再跟我们睡一个房间不合适，爷爷奶奶房间也不大，也希望哥哥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，未来学业越来越重，这样不会被打扰。另外老房子是在5楼，而且没有电梯，这几年明显感觉爷爷奶奶每天上下爬5楼，越来越吃力了，所以有了换房的打算。博主说，最开始他和妻子打算等儿子上小学5年级后再换，但那2年眼见着房价在涨，感觉这样涨下去，等到儿子5年级的时候，根本就换不起附近带电梯的3房，所以当时他们就咬咬牙提前换房了。没有想到买到了最高点，现在已经跌了100多万了，可每个月还要还贷款1万多。他说压力很大，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只能是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儿算哪儿了。这位博主说，23年她与老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在上海郊区买下一套93平的房子，当时房子总价接近300万，他们首付了100万，2年过去了，这套房子跌了多少呢？我们买的是2手精装房，当初就是看中的房子才冲动付了定金，买完房后房价就一直在跌，按照目前形势来看，我们最起码有1半的首付都已经跌没了。现在房价虽然降了，但是贷款却一点也没少，每月我们还要还小1万的房贷，显然我们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如果算上房贷，再加上每月1万左右的开销，仅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是养不活我们这一家3口的。我们都一直在后悔，如果晚那么2年买就好了。现在上海远郊的房价正在全面崩盘，有的房子甚至比3、4线城市还要便宜，郊区房价跌得可以说很惨很惨。博主说，现在虽说房子贬值了，但好歹也是在上海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。
生活总归还要继续，有些事情自己不能掌控，那就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吧。在上海花23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跌成什么样了呢？今天出去逛街，发现我们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挂牌170万，瞬间心凉了半截儿。我们当初首付加中介费就花了120多万呢，又装修了一下，花了近20万，还了3年多的贷款，感觉都是给银行还利息，本金少得可怜。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，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，房价节节攀升，当时还感觉自己做了多么正确的决定呢，满心期待着房价能够增值。博主说，这几年房地产市场一路雪崩式下跌，算起来他们大概亏了100万。他有时候也在想，如果晚2年买或者租房子住，也不至于亏掉整个首付。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的过来人，他劝大家买房子一定要谨慎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不得不吐槽一下上海的房子，现在已经跌的是没法看了。1年半前买的房子，现在已经挂牌价就已经跌了110万，多吓人呢！1年半，成交价可能还要再跌个10-20万的，那我相当于1年半时间就要亏掉120到130万，真的跌麻了。我就最近没有关注了一下房价，怎么就跌成这副样子啊？我感觉很冤。就我特意去查了一下，为什么上海的二手房跌这么狠。经过调查，博主发现有下面几个原因。第一就是供需彻底逆转，上海的二手房挂牌量现在是激增的一个状态，买房的人还是那么点儿，房子比人多，价格只能踩踏式下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郊区的板块是全面沦陷，宝山这种地方要产业呢，没啥好的产业，要交通呢，也没几条地铁线。第三是老破小彻底失宠了，我的房子就是2008年的老破小，你看现在新房子设计又好，户型又好，还带会所，那谁还看老房子？博主提醒买房人，以后买房一定要买核心地段的有品质的楼盘。这博主和老公是从河南农村来到上海打拼的，最初只能是租房子住，后来他们在上海花了200万，在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，不到60平。虽然现在房子在降价，但他们觉得有了自己的家，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我们是在2021年1月份正高价的时候买的，当时考虑孩子9月份到了要上学的年龄，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后，决定拿出我们沪漂9年所有的积蓄和向亲戚朋友借的30凑够了首付100万，买下了现在这个不到60平的小房子，每月还着8000元的房贷。也有很多朋友说，在上海花200万买了个郊区的房子，还不如回河南老家盖一个2层小别墅。到现在住进来也有3年多了，我一点也没有后悔买下这个房子。虽然房子不大，而且也跌了30万，但自己住周边配套和生活都很方便，小区附近就是小学和中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湖北黄冈的，在上海漂了7年的阿乐。我呢，现在在上海月薪拿着6K， 却扛着8K 的房贷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海买房的一个血历史。前2年因为政策放开，我呢掏空了家里面所有的积蓄，在上海买房上了车。现在每天一睁眼就是倒欠银行266，这是一个按天计算的数额。博主说，他买房时比较犹豫，但中介劝他说，你再不买就来不及了，他也就咬咬牙买房了。结果现在房价跌了，首付跌没了，卖房到第20万才有人来看房。本来买房的时候主要是靠父母帮忙，现在还是靠父母帮着还房贷，他一想到这些，心里就很难受。博主说，她与老公沪漂这么多年，他们做过的最愚蠢的事，就是把积蓄全部投进了股市。这次回老家，长辈们又提到了买房的事，说再不买房价又要涨了。每次被问到，我和亮哥都只能尴尬的笑笑，心里苦得不行。2015年和亮哥刚认识的时候，他正捣鼓着股票，那时候行情好，还真赚了不少。2年后我们订婚了，亮哥说正是加仓好时机。我想着反正买房还差社保年限，就同意他5万5万的往里投，这一投就像掉进无底洞。到2021年整整投进去100多万，本来这笔钱是留着在上海买房的。博主说，他们在股市被深深套牢，中间也小赚过，但现在回头一看，本金都快亏没了。有时候他也会想，要是不炒股，把钱拿去买房，说不定现在又在为房价下跌而发愁呢。大家听说了吗？上海郊区小镇啊，全面崩盘了，鹤岗的价格买上海，别觉得我在乱讲，咱们来往下听一听。上海楼市的魔幻啊，已经远超想象啊！我们发现郊区老破小的价格啊，已经是不断刷新下限。
100万以内的房子啊是越来越多了，最低的已经是20万以内了。家人们，对，你没听错，上海全部远郊都出现了个例啊，砸盘是越来越狠了。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松江老城，方法园旁边的什么小区，对吧？鸿宾苑现在最便宜的一套挂牌价72万，小区挂牌中的11套啊，7套都在100万以内。我真的后悔买房了。为了结婚，去年我咬牙近200万在上海买了个小房子，刚刚忍不住看了一眼，同小区的卖150万都没人要。最主要的是买了房也没找到女朋友，我还欠了100大几十万，每个月还6000多，还要再还29年。一个人打扫卫生，一个人锻炼身体，空荡荡的房间，只有楼上发出来的噪音在回应着我。我真的感觉为了结婚高杠杆买房买车像个笑话。花180万在上海买的老房子，后悔了吗？我们是2019年买的，这个老小区2手房，当时中介说这个房子很不错，车站地铁都很近，附近的超市商场也都设备齐全，还说这边房子很紧缺，而且物业费也少，等到转手再卖的肯定能涨。就把存了几年的积蓄加上父母给的钱付了首付，当时手头非常缺钱，基本都没装修，就迫不及待的住进去了。住进去1个多月就后悔了。买这个2手房到底有多不方便呢？博主说，虽然说这个小区周围交通挺方便，但是楼与楼之间都有一排小平房，巷子就很窄，技术差的很难顺利把车开出去。那这第2个问题就是没有地下车库，到处停的都是车，每天回家到处找车位，运气不好的半个小时都不一定找得到。第3就是环境不好，到处拉着电线，跟蜘蛛网一样的，有点草丛的地方到处拉了狗屎。第4，楼板房里的隔音也不好，小孩子在一起玩闹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的。所以奉劝大家买房时一定要考虑小区的环境。曾经是财富象征与身份标签的上海豪宅，如今正在悄然褪去了光环。从外滩江景到内环核心地段，过去动辄上亿的成交价不再是市场的常态，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松动，集体降温。曾经是影视剧安家30而已取景地的上海100年老洋房，起拍价从 1.5 亿元降至9666万元，降幅超过了5300万元。而即便如此呢，这座洋房仍是无人竞标，第2次拍卖宣告失败。拍卖公司上海正顺园的工作人员表示，未来可能会进行第3次拍卖，但起拍价尚未确定。上海本地人刀哥指出，豪宅业主如今叫口连天。他以王思聪在凯德茂名公馆的顶级住宅为例，该房产曾被誉为是楼王中的楼王，但即使多次降价，仍然是无人问津。王思聪所购的复式豪宅面积为406平方米，成交价大约是8500万元。该房产去年挂牌出售，起初标价为9200万，后来一路下调至6100万，单价从每平方米22万跌至不足16万。此外呢，黄浦区的绿城黄浦湾项目也出现了大幅的贬值。一套233平方米的住宅，2023年初售价为5900万，如今挂牌仅3000万出头，并且仍有下探的空间。南京西路作为豪宅聚集地，也难逃冷清局面。有博主透露，周末看房时，中介公司竟然派出5人陪同，显示出销售压力巨大。财经博主躺平叔总结道，上海的2手豪宅市场冷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即使打6折也是无人问津，价格一降再降，最终砸在业主手里。哥来了，听说是你要卖房的是吧？确实。这房子多大呀？185，得房率很高。多少钱买的呀？600多，650。你疯了吧？我都想死。为啥呢？降价降太厉害了。是吧？能再便宜点吧？便宜不了，地段太好了。便宜不了。报价吧，530。530。哎，这咋还带个这个的东西呢？这是江景露台呀，可以看到3件套，这景观很赞呢。确实不错。开发商终于扛不住了，含泪抛售黄浦外滩这套赠70平露台的复式豪宅，原价1600万，现特价469万拎包入住。客厅朝南连接关东方明珠的露台，只因开发商急需资金周转，稀缺永久产权外地户口可买，层高7米，买1层送1层，整栋纯居住1梯1户，刷卡到层保护私密性。
比跳水还迅猛的是上海房价，黄埔外滩顶级豪宅，耗时3年装修，原价13万，现在4万一平，房产证238平，得房率实际超130%。宝格丽风格高定精装，超大阳台，再加吉祥黄浦江美景。我最近一个同事呢，他是在嘉定那边买了一套房，其实再往下也快到苏州了，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偏的。但是他那套房子在2019年、20年高峰的时候也要卖到3万多一平，他最近那套房呢是130多万买的，而且是精装修、拎包入住的那种，80平，所以这样其实算下来一平还不到1万7。其实还是挺便宜的。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原来也是3万多一平，我看现在呢也就2万出头，有的甚至可以到1万8，就是它可谈的空间还是有的。所以我个人是感觉上海的房价其实降的还是蛮多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